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熊猫，欢迎来到我的护肤频道。最近我发现日本的一个以油养肤这个概念啊，在国内真的是非常的火，各大博主都出了以油养肤的一个视频。但是看的有些博主的内容呢，我真的是觉得看的人千万不要听进去啊。那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将会操作一下正确的日常油养肤的一个方法，会挑出重点的雷区让你们来避开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首先呢，我现在一个状态是洗完脸之后什么都没有擦的一个状态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挤出一点油来。这个时候呢，很多博主都会，小姐姐不一起来护肤吗？其实我们用在脸上真的就是1到2滴就可以了。像我的话呢，就是2滴左右，因为我是一个干皮，在冬天呢就大概需要2滴，夏天的话呢，真的1滴就可以了。我们的用法呢，就是在我们的手掌把油给搓热，然后搓热之后呢，我们用手掌按压我们的脸。按压的时候呢，其实顺序不是那么重要，但是呢，手尽量要温热，每个部位呢按压2到3秒左右，这样的话呢，才可以更有效的帮助吸收哦。然后眼睛、额头，好，如果油还有剩的话呢，可以带到脖子这里。好，就这样结束了。日常的以油养肤就是这么简单，很简单就可以结束了。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再进行接下来你自己需要的水、乳、精华、面霜这一类的步骤。然后刚才那很大量的使用油呢，是我看到的一个 NG 行为。另外一个 NG 行为呢，就是用我们的保鲜膜去敷我们的脸。这个步呢，其实我不是很推荐，因为第一呢，本身油这个东西它就是很有封闭性的，已经用油的去暂时性的封闭你的皮肤了，就不需要再用保鲜膜了。而且保鲜膜把油给封住，这样的一个密合的情况下，其实就跟我们敷面膜容易水合情况是一样的。水补多了不好，那同样的油补多了也是不好的，所以这个行为我是真的很不推荐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要说一下哪些人他其实是不适合以油养肤这个概念的。那第一个呢，可能大家都知道，都是痘痘皮不适合。因为油呢很容易造成痤疮杆菌的一个繁殖，会增加致痘的一个风险。但是有那种特别想尝试的，你可以用荷荷巴油试一下，因为荷荷巴油呢跟我们的皮脂膜非常接近，然后质地呢比较清爽，所以相对比较安全。所以说我之前在黑头的视频呢也是有用荷荷巴油，当时呢就是为了考虑到各个肤质都可以使用。第二个不适合的肤质呢就是屏障受损的油皮，因为这个时期的油皮呢它是锁不住水的，皮肤呢很容易泛红，其实它是属于一个微炎症的一个状态。在这个情况下，你用植物油呢，非常有可能引起过敏，甚至泛红的这个炎症呢会更加的严重。那特别是脂溢性皮肤炎的时候，绝对不能用。那第三种呢，就是大油皮，拜托你自己都有那么多油了，你要补什么油啊？第四种呢，就是你的水油平衡非常好的中性皮肤，因为你本身其实不缺水不缺油了，如果你再增加多余的油的话呢，只会让你的分泌紊乱，这样就得不偿失啦。当然，如果你非常想要追求某个产品它的一个功能性，比如说抗老啊、美白啊，但恰巧它就是油类产品，那样的话呢，你可以选择水状的油类精华。这类油状精华大牌还做的蛮多的，比如说娇韵诗的双萃啊，还有娇兰的复原蜜都算是这一种的。那好，这个肤质的问题说完之后呢，哪一些油其实是不适合以油养肤这个概念的呢？那第一种呢，就是哈巴的油。对，哈巴这个油呢，它其实不是油，它作用于皮肤表面，作为一个封闭封层，其实效果很好。所以呢，它跟以油养肤其实这个概念是反过来的。如果你除哈巴油这个封闭性很强的产品之后，再涂其他护肤品，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因为有效成分基本上就进不去了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质地非常厚的油，这种也不用说嘛，因为你后续还要加护肤品，质地厚吸收不了，后续的产品也进不去，对不对？就比如说伊丽莎白雅顿金胶这一类的产品就不适合做以油养肤，而且它本身的主要成分也不是油，对，它是硅。第三种呢，就是各式各样的人工合成脂。其实很多廉价的美容油啊，他们会加很多大量的人工合成脂，在成本便宜的同时呢，其实会让这个油的质感会变得特别的清爽，让大家觉得它这个产品使用感非常的舒适，但实际上面其实没有任何的养肤的效果。我打个比方，比如说欧舒丹的这款美容油，其实它基本上全部都是合成脂，
我用完之后就是觉得用了个寂寞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推荐一下我觉得不错的美容油的产品。虽然刚刚说到大牌会喜欢用这种水状油类精华，但是我自己本身更喜欢纯的植物油。它首先是比较天然，第二呢，它是有亲肤力，渗透力呢也很好。毕竟就是以油养肤了，你就是要给自己的皮肤补充一些不饱和脂肪酸，所以我心里面会觉得植物油当仁不让啊。那当然植物油它也是有缺点的，它主要的缺点呢就是容易显得厚重，然后产品方面呢它氧化也挺快的，就是会有种油耗味，所以你不喜欢这种厚重的感觉或者是比较偏油的皮肤呢，可以转战这种水类的油精华。第一个推荐的就是我刚才用的最像的马鲁拉精油，那其实这一款呢它只有一个成分，就是博尔印核桃籽油。因为这款油呢它富含了维生素 E， 所以呢它对抗氧化的效果会很显著。另外呢我个人觉得它对一个保湿啊、敏感肌的一个修复力呢都很好，使用感呢会有一点点偏厚重，但是它的吸收非常的快。你们刚才有看到吗？我就这样稍微的按压之后，它其实就已经吸收到我们皮肤里面去了。那第二款呢是我以前用过的翠乐活玫瑰果油，它也只有一个成分，就是玫瑰果油，成分上干净利落，就是我觉得很吸引的一个地方之一。当时我觉得这款美容油的味道很清新，吸收呢也很快，用的话呢大概2滴左右就可以了。然后呢因为它是玫瑰果油嘛，所以抗氧化的效果也特别的好。那最后呢还有这款消炎舒的油，我觉得也很好用。那当时我用的时候觉得它舒缓皮肤的泛红啊，修复皮肤的屏障，效果呢是很显著的，就是抗敏感这一块的这个效果我觉得它做的非常的好，所以呢这款我比较推荐给敏感肌使用。那使用美容油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呢？那首先就是我在片头讲的这个用量的问题啊，用量真的不要太大，油补多了其实对皮肤也并不是好事，可能会造成你自身皮肤油脂分泌的一个紊乱。第二呢，就是次数不要太频繁，因为美容油护理其实它跟面膜一样，都属于一种特殊护理。如果你每天使用呢，就很容易油脂过剩，造成爆痘啊、闭口这一类的问题。我推荐大概1周用3次左右差不多。然后最后呢，还有一个使用 timing 的问题，因为它质感的问题。外加呢有些油遇到紫外线其实会让我们的皮肤色素沉淀，所以呢非常推荐大家只在晚上使用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科普就到这边为止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用的话呢，一定不要忘了给我点赞和关注哦。那视频就到这边啦，拜拜。